俗话说，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。这句老话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，还是只是听起来开心的自我安慰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。我们甚至亲自设计了一个实验，用真实的血糖数据来揭晓答案，结果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饭后走路血糖实测。我邀请了一位没有糖尿病的家人一起参与。我们挑战的是白饭这种高碳水的食物，确保能引发明显的血糖变化。在2天内我们进行对比。第一天吃完相同分量的白饭后坐着休息不活动。第二天吃完同样的白饭后起身散步，大约15分钟。我们佩戴了连续血糖监测仪，每隔15分钟记录血糖值，细细追踪饭后血糖的变化。这样的设计就能直接比较饭后走路和饭后不动两种情况，血糖曲线的差异。实验开始，第一天饭后不走动，我们悠哉地坐在客厅，结果半小时后血糖果然直线上升。监测仪数据显示，饭后30分钟左右，我的血糖从饭前的正常值一路飙升到大约160马咕滴 L 以上，血糖曲线仿佛坐上了云霄飞车，迅速冲向高峰。接下来的1小时内，血糖虽然开始下降，但下降的也很缓慢。1个半小时后，仍然维持在130左右的高水平，直到将近2小时才勉强恢复接近饭前水平。更夸张的是，在高血糖冲高后，我明显感到有点口渴和犯困，精神变得慵懒。这就是典型的餐后血糖飙升带来的影响。先是血糖急升，让人有点亢奋，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，导致疲倦，甚至容易饿得更快。这种血糖大起大落的现象，其实对健康非常不利。长期如此，等于是在为胰岛素阻抗和肥胖累积风险。第二天，该我们饭后走路上场了。同样吃下一碗白饭，这次我们吃完不到10分钟就起身出门，在社区公园里轻松散步，边走边聊天15分钟，很快就回到了家。那么血糖表现如何呢？结果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。根据连续监测仪资料，饭后15分钟开始散步后，我的血糖几乎没有出现猛烈飙升。在饭后半小时左右，血糖仅仅上升到120马迪 L 出头的水平，比起前一天不动时的尖峰160多，足足少了将近40个单位。而且血糖曲线相当平缓，并没有出现过山车般的陡峭高峰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当我们散步结束坐下休息时，血糖已经开始下降并趋于平稳。在饭后约1小时的时候，血糖值几乎已经接近正常，比起不走路时提早了很多恢复时间。实测证明，饭后走一走真的大大减缓了血糖上升的幅度。我们亲眼看到两种情况的曲线完全不一样。不活动时血糖曲线又高又陡，而散步后的血糖曲线低而平缓。这样的差异实在超乎预期，让我们对饭后走路降血糖这句话刮目相看。为什么短短散步15分钟竟有如此神奇的降血糖威力？原来道理一点也不玄乎，而是人体肌肉在发挥作用。当我们走路时，腿部等大块肌肉不断收缩，需要额外的能量，于是就直接从血液中抓取葡萄糖来当燃料。肌肉细胞好比打开了一扇不需要钥匙的门，源源不绝地把血液中的葡萄糖拉进去烧掉。这种机制称为非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摄取。简单说，就是运动时肌肉自己就会利用血糖，不需要完全依赖胰岛素。饭后散步正好利用了这个特性。吃完饭血糖正在上升，这时让身体动起来，肌肉就充当及时雨，把刚吃进体内的血糖一部分直接消耗掉。如此一来，血液中留下的葡萄糖自然减少，血糖峰值被拉低，整体血糖曲线就变得平稳，不会尖峰暴冲啦。一位内分泌科医师许哲伦曾分享过一项有趣的研究。2013年发表在美国糖尿病学会期刊的实验显示，将一天的运动时间切成3段饭后散步，比起集中在单次连走45分钟，对稳定血糖的效果更好。也就是说，与其每天某个固定时间快走3刻钟，不如每餐饭后走路15分钟，这样能更有效抑制餐之后的血糖上升，让全天血糖平均值更低。我们的实测正好印证了这点。每次吃完饭就是血糖最容易飙的时刻，立刻动一动，
等于当下就把血糖给压住了，避免它冲太高。而如果隔好几个小时才去运动，等于错过黄金时间，血糖早就冲上去又掉下来了。那时再运动，对该餐的血糖峰值帮助已经不大。事实上，很多研究都支持饭后活动的益处。2022年有篇刊登在《运动医学》期刊的统合分析更指出，只要在进餐后1小时内进行轻度活动，都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。其中以饭后30分钟内开始走路效果最佳，持续至少10到15分钟即可。研究中提到，餐后走10分钟左右，将血糖高峰降低了约 30% 之多。有人打趣说，饭后散步的降糖效果甚至比某些口服降糖药还明显。当然，这是形容它的效果强大，并不是让大家以散步取代药物。对于血糖容易飙高的人来说，饭后走路几乎可以当作一帖天然的降糖良方。难怪有医学专家直呼，饭后走路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血糖管理技巧之一。我们再看看真实案例数据，以连续血糖监测的实验记录为例，有位中年受试者午餐后血糖飙到180，结果去走路15分钟后，测得血糖降到144，短短1刻钟，血糖下降了36曼居，曲线从原本向上的斜坡变成了缓缓下滑。另外一个案例中，一名糖尿病前期的妇女晚餐后血糖165，轻松慢跑10分钟后降到了129，同样下降了30多个单位。这些数据都非常直观地证明，饭后适度运动可以快速消耗血中葡萄糖，让血糖值明显回落。更妙的是，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又不花钱，几乎人人都能尝试。说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是不是只有马上饭后运动才有效？如果饭后没有立即走路，过了一阵子再运动，是不是就没用了？原则上，任何时间的运动都对健康有益，也能提升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让身体在静止时也比较容易维持血糖平稳。所以并不是说错过饭后就白做工，平常规律运动的人，整体血糖控制也会较佳。不过，针对控制餐后血糖高峰这件事，运动的时机确实非常重要。最新的研究指出，餐后2小时内进行运动对当餐血糖控制效果显著，但如果拖到4小时之后才动，血糖曲线的变化几乎跟没运动时一样了。毕竟4小时后那一餐的血糖影响早已过去，因此建议尽量在饭后尽早活动，最好不要超过饭后1小时就开始动一动，才能针对餐后血糖发挥作用。像我们实验中，在饭后几分钟就开始散步，效果是最理想的。如果吃完饭不方便立刻外出，其实餐后30分钟内开始活动也不迟，千万别等到血糖冲顶又掉下去了再想起来运动。当然，饭后运动也要讲求适度和方式，切忌一吃完就做剧烈运动，比如奔跑、举重这类高强度训练。刚吃饱马上剧烈运动，不仅容易引起消化不良，反而可能因为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，导致血糖暂时升高。有运动生理研究指出，高强度运动会让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上升，短时间内血糖不降反升，所以饭后要降血糖，重点是轻度到中度的活动。简单的散步是最推荐的方式，节奏可以是轻松走或稍微快走皆可。一般来说，每小时大约4公里左右的步行速度属于中等强度，非常适合大多数人饭后进行。这不是要你汗流浃背的奔跑，而是舒舒服服的走路就有效。而且散步的同时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，帮助消化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如果真的不小心饭后做了激烈运动，导致身体不适或血糖波动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那要走多久呢？根据多项研究与专家建议，每次饭后走10到15分钟是最佳时长。许多人可能以为饭后100步走，字面上走个100-200步就够，但实际效果可没那么快。理想情况下，走上10多分钟，大概可以达到上千步的规模，才能确保有足够的肌肉运动量来显著消耗血糖。如果时间充裕，走20到30分钟当然更好，尤其是饭菜分量比较大、碳水含量高的情况下，多走一会儿可以消耗更多热量。不过也不必过度勉强自己走太久。有人问，那我饭后散步1个小时以上是不是效果加倍？其实超过1小时的轻松走路，
降血糖效果并没有持续明显增强的证据，反而可能因为运动量大而累觉得饿，又想再吃东西，那就又把刚刚消耗的补回来了。适可而止即可，一餐饭后走个10分钟起跳，15到30分钟左右就很不错了。长期坚持，每天3餐后累积下来也有半小时到1小时的活动量，对体能和代谢健康都有帮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天3餐里面，晚餐后走路对血糖控制的意义可能更大。有统计发现，3餐中以晚餐后散步降血糖的效果最为显著。原因可能有2点。第一，很多人晚餐吃得较丰盛，碳水和热量都偏高，饭后血糖原本就最高。第二，人的代谢率在晚上较低，胰岛素作用相对白天弱一些，所以晚餐后血糖更容易升高，更不易下降。因此，饭后走路这件事，强烈建议不要忽略晚餐这一餐。饭后出去散散步，不但帮助稳定睡前血糖，也有助睡眠和肠胃消化。古人所说的饭后走一走，很多时候指的就是晚饭后到户外活动，舒展筋骨。现在看来，祖先的智慧还真符合现代医学原理呢。那如果有些情况实在无法饭后出门走路怎么办？例如上班族中午休息时间短，或是刮风下雨天气不好，其实只要动就有效，不一定局限于户外散步。关键是在饭后避免一直坐着不动。以下提供几个替代小妙招，饭后站一会儿也是好的，比如收拾一下餐桌，洗碗，让身体处于站立姿势并稍微活动筋骨，就比饭后瘫坐强。在办公室里，饭后可以试着起身走去茶水间，到楼梯间上下几层楼梯，哪怕每次2-3分钟也有帮助。有研究指出，就算只走2到5分钟的路，对于控制餐后血糖也有可观的效果。如果走动空间有限，还可以在原地进行一些简单运动，例如原地抬腿踏步，坐在椅子上反复垫脚尖等。特别是反复垫脚尖这个动作，最近很火，因为研究发现，训练小腿肚的比目鱼肌能大量吸收血糖，被称为懒人降糖运动。您可以试试坐着的时候脚跟一上一下地抬起放下，看似不起眼，其实也在刺激腿部肌肉，帮忙消耗葡萄糖呢。如果在家里，饭后放点轻音乐做家务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比如拖地、整理房间，让身体有持续的活动。另外像慢骑脚踏车、做瑜伽、拉伸等轻运动，也都适合在饭后进行。总之，原则就是避免饭后长时间赖着不动，哪怕动几分钟也比没动好，有动总比没动强。谈到这里，再把视角拉长一点，长期坚持饭后走路，对健康带来的益处其实远超我们当下测到的降血糖数字。首先，减少每一次餐后的血糖尖峰，从源头上减轻了胰脏负担，可能有助于预防第2型糖尿病的发生。同时，饭后不让血糖累积过高，体内需要分泌的胰岛素就比较少，长远看有助改善胰岛素阻抗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提高，整体代谢状况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其次，餐后走一走还能促进消化，减少肠胃不适和胃食道逆流。很多人饭后容易胀气打嗝，就是因为吃饱就坐着不动，消化缓慢，而走路能帮助肠胃蠕动，让食物消化吸收更顺畅。再次，稳定血糖也关系到体重控制和脂肪囤积。每次饭后若血糖都飙很高，身体为了把多余糖分收进储藏室，胰岛素会促进脂肪合成，久而久之，肚子上的内脏脂肪就上来了。反之，如果透过饭后运动消耗掉一部分热量，血糖不上冲，胰岛素分泌就不会过多，脂肪合成的信号也比较少，长久下来更不容易囤积赘肉。有医师指出，缺乏活动是导致内脏脂肪堆积和胰岛素阻抗的一大元凶，而饭后趁血糖高时动起来，正是对抗这个元凶的关键策略。最后不得不提的是，饭后散步作为一种生活习惯，还能带来心理放松和心血管健康的额外好处。傍晚吃完饭出去遛个弯，舒缓一天的紧张，顺便降低血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心脏也有益处。可以说，饭后走路这个小习惯蕴含着很多健康红利，远远超出帮助消化这么简单。现在我们手握实测数据和科学知识，再回头品味那句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
古人虽不懂血糖、胰岛素这些专有名词，但凭经验就发现了饭后适度活动对长寿的重要意义。现代医学证实，经常饭后走走，不仅能让血糖乖乖听话，还可能降低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风险。保持血糖平稳的人，身体细胞遭受高血糖毒性的伤害更少，器官老化速度也减缓，难怪相对更健康长寿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天饭后你都能让自己多走几百步、1-2千步，一年下来就是几十万步的累积，对身体带来的积极变化将是巨大的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长寿老人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，潜移默化中稳定了代谢，呵护了健康。总而言之，饭后走一走降血糖绝非一句闹着玩的口号，而是有真凭实据的养生妙方。我们的实验结果已经让人信服，饭后适度活动可以显著抑制血糖飙升，让身体更平衡地消化吸收养分。对一般人而言，这习惯可以帮助控制体重，预防慢性病。对血糖偏高的人，更是每日必修课来辅助血糖管理。下次再听到老人家说吃饱别闲着，起身走2步，千万别偷笑，这其实是非常中肯的建议呢。不妨从今天开始就实践看看。每餐饭后别急着瘫在椅子上滑手机，先站起来活动活动，邀家人一起散步聊天，或者独自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，哪怕只是围绕办公室走几圈，都是好的开始。让饭后走路成为你的日常习惯，你会发现精神变好了，饭后那种昏沉感减轻了，体重也更容易控制了。日积月累，这么简单的小改变，会为你的健康账户持续储值。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。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出这句话的科学含义。每一次饭后的步行，都是在为自己的健康投资。让我们从餐后的这几分钟做起，走出更稳定的血糖，更长远的健康人生。祝大家都能养成这个简单又有趣的好习惯，和我们一样体验到饭后散步降血糖的惊人威力。每当你饭后迈开脚步，你的胰脏和细胞都会默默为你鼓掌哦。所以现在就站起来，饭后走一走吧，你的身体将感谢你。或许长寿到99也不再只是梦想。祝你健康。